就这么点铜板，能值几个钱？想想我爹的案子吧，只剩7天了。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等？没错。来喽。就是磨粉，没有错。白姑娘，这磨粉是什么？一种江湖术士行骗用的粉末，用磷和石灰混合而成，遇水则燃。遇水则燃，阴兵借粮那天下大雨。谜底解开了，我爹有救了，宋子。子方，你先冷静一点。有些事情谁都明白，这粮食无缘无故起火，肯定是被人动了手脚。遇到下雨天，遇水则燃烧，这些道理能不懂吗？这么激动干什么？哎，我能不激动吗？我最起码能证明阴兵借粮这案子是人干的呀。是人干的没错，谁干的？谁动了手脚？没错。如果找不到制造这一切的人，那皇上还是会把罪责推到令尊的头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弄清楚，这粮食进入粮仓库补的时候，给粮食做手脚的那个人是怎么进去的。你要的东西我找来了，这是8月初9那天户部的记录。另外，我也打听了那日的户部执勤情况，当时只有1名主事在户部，另1名则去了枢密院述职去了，而那日库房的钥匙也被他带去了枢密院。这么说来，当天仓库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又是个密室。负责筹作粮食的13路经略安抚使的资料也在这儿了。你要这些干什么？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现在这个案子，我已经有些眉目了。这么快？你以为你爹的案子我不急啊？小姐，宋公子，瑞王派了个人进来，说是有要紧的事情。瑞王？燕坟内及屋下传殡尸，余出开差，取尸于光明处，地上验之。宋词，洗冤集录。快点，把尸体放好。师傅，你看，堂堂大宋京城的北山，居然会有如此惨案！师傅，这个地方呢，离风捕头死的那个木屋不远。你不是要找2个捕快把山路给封了吗？这些人的尸首是昨天晚上发现的，早晨就报了临安府。这位师傅就是临安府的孙大人，他直接报告本王的。这个地方离木屋有多远？10里路。10里路。仵作先前已经来过了。这些人大概死了3天左右，有5个人致命伤口在脖颈部，3个人致命伤口在后部，一共8个人。这也就是说，5个人是直接死的，而那3个是逃跑的时候被补的刀。那凶手很可能是专门训练过的杀手。哎呀，师傅，我一直也纳闷呢。你想想，你说这8个人怎么同时死在这儿了呢？皮骨早就缝合了，这手指是之前断的。这个人本来就断了根手指。师傅，你快看，这断了2根儿。什么？2根儿。宋大哥，你看，这个人也少了一根手指。这是怎么回事啊？8个人，3个人断了手指，这是
哎，喂，师傅，木屋在那边，干嘛去啊？师傅，你慢点，等等我们。师傅，那小木屋在山坡上，你往树林里走干啥呀？问你话呢。你们过来。啊，来，小心点啊！大家都小心点啊！来，慢点。这里有什么呀？不就是砍柴的人把树都给砍断了？这里有这么多树，为什么不图方便，要来这么深的地方砍树？哎呀，师傅，这个我真不知道。这答案只有一个：砍树的人不想让我们发现。哎，师傅，你往哪儿去啊？木屋。你们可有什么发现？这么简陋的屋子，以我对风捕头的了解，他怎么可能住在这种地方嘛？对啊，这么朴素的地方，风捕头怎么可能住下？他是被人带到这里强制住下的。师傅，我要重新验尸。这风捕头可能不是意外，是他杀。小六，这事需要得到你的支持。你是想说，我不仅要验风捕头的尸体，而且我要开棺，重新验下黄先生的尸体。黄先生不是死于瘟疫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黄先生和风捕头一样，都不是意外，而且他们死的地方都有死亡国度的标志。如果说他们都不是自然死亡的话，那死亡国度那些蛊惑人心的话，就不攻自破了，是吧？死亡国度蛊惑人心的说辞是什么？已经死去的礼部尚书崔明喜留下的文字里记载着，那个神秘的死亡国度的国主要带领着每一个虔诚者前往永存不亡的国度，只要舍弃尘世之躯，就可以获得灵魂的永生。真能吹！一旦证明他们是被杀的，而不是因为神明召唤自然死亡，那死亡国度那些蛊惑人心的话也就不攻自破了。那能否让我开棺验尸？风捕头还没下葬，自然可以，但黄先生已经下葬了。如果咱们没查出什么来，这是大不敬，我怕会对你不利呀。那如果说我有这个，师傅，这个太管用了，就算没查出来也没事儿。他可以背锅。师傅，和以前一样，我来给你当助手。你现在是王爷，身份不一样。嘿，这话说的，难道本王以前就不是王爷了吗？师傅，来，开始。爹。啊，菲儿，你来了。爹，宋慈和韩父那边已经见过面了，那个韩父还是使了些手段，用李太的命去威胁宋慈，先去调查阴兵借粮那个案子。那我们这边，宋慈这个小兄弟悟性很高，比起我和韩父这两个老家伙，他更聪明。爹，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菲儿，爹只说2件事情，你就会明白。第一，即便我们沈家发生灾难，我沈修灵这一辈子对皇上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对大宋江山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第二，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爹都想保你和玉儿平安无事。爹，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跟着爹爹一起承担。但妹妹跟所有的一切都无关，只希望她没事就好。对了，这是我准备敬呈皇上的奏折。我只希望皇上能够早日指定吉日，让月儿跟瑞王完婚。只要月儿成为了瑞王的王妃，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瑞王定能保月儿平安。爹，菲儿，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做。好。果然，怎么了，师傅？我切开黄先生的皮肤，才发现这皮下大量出血不是疫病所致，而是血管遭受外界殴打所致。师傅，你是怎么区分的？骨折，你看下肋骨处，有3处骨折。这疫病导致皮下出血是不会骨折的，可是殴打就例外了。可是不应该呀，表皮也没有破，这不符合常理啊。你看这肋骨的位置，表面上有轻微的挫伤。那这怎么回事啊？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黄先生在遭受殴打的时候，凶手在他身上垫了什么东西，就像，比如书本。那个大殿的现场，那些血迹，也是凶手故意制造出来的。你是说凶手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看起来像是瘟疫而死的？师傅，你找什么呢？无论是骨折还是皮下大量出血，那都不是致死伤。这身上又没有伤口，致死伤在哪儿呢？小廖，看这。走，再看看风捕头。哎，干嘛呢？找致命伤口啊！你有没有搞错？这死因都确定了，反流性窒息，后脑勺找伤口啊？啊，不在后脑勺啊！哎呀，那我就不知道了。师傅，那你说，风捕头这个尸该怎么验？截面。刀拿来。拿这把刀，把他的面孔揭开，看看口腔内部的情况。师傅，你不会这么变态吧？我这是为了破案。不是。哎，这么丑干嘛？啊？李公子，我知道你在担心。但验尸是宋大哥破案的绝活，他之所以可以承担这份责任，我想他应该有十足的把握吧。我倒是不担心他能不能破这个案子，但是离真相越近，我越担心。这里这么多人，凶手的势力有多大？你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凶手的人吗？所以不，瑞王要和他站在一起。这就是告诉所有人，谁敢动宋慈，就是动他瑞王。这喉咙肿大，喉口有伤，
的确是被枣子卡死的。哎，师傅，你快看！孙大人，验尸的结果已经出来了，黄先生的死是被人拿毒针突然戳中了后脊椎的部位，导致死亡的，而且死之前遭受虐待。风不平则是让人拿枣强行塞入喉咙，导致反流性窒息而死亡的。风不平，他的右脸颊内处有划伤，明显是打斗的时候留下的。这后槽牙处有皮肉，应该是咬伤了凶手造成的。那凶手的手应该是受伤了。按照正常逻辑来说，他们是有异谋的，所以说这主谋不会亲自动手。这条线索并不重要。那个密室又怎么解释呢？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我们是想搞清楚凶手是如何进入密室，又如何逃离密室的。难道不是吗？这个密室，它恰恰相反。密室里简直是完美，这门窗紧闭，一切东西整整齐齐。所以说，是先有的案发现场，再有这个密室。这风捕头是在野外的时候被人杀死的，然后再搬来桌子，伪造出这风捕头是被枣噎死的假象，最后盖上木屋。那个木屋除了床铺、椅子、桌子之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装水的水槽都没有。而那个木屋离最近的水源至少10里路。的确，怪不得我刚看到那个木屋的时候觉得那么古怪呢。把人杀了，围着死人周围盖几栋房子。师傅，你说水源有问题，确实有一定道理，但这不能证明这房子是新盖的。可是那死去的8个人都是木匠。你怎么知道是木匠？木匠在工作的时候容易因失误而断指，而这8个人中有好几个人都是断指，并且都是几年的旧伤。此外，我们发现了这树林，在树林深处树木都被砍掉了，很明显是不想被人发现。我检查过那些树桩，都是新砍下来的。几名熟练的木工盖几座简易的房子，而封屋的最后一块木板是在屋顶上，一个从内反锁的密室就这样形成了。而这批知情的木匠随后也被主谋的人杀死了。如果要杀人，直接杀就是了，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风捕头还有黄先生的死，为什么要制造成这样？这蛊惑人心的死亡国度，如果直接杀人，那么相信的人会怎么想呢？难道说，凶手用这么复杂的方法杀人，仅仅是为了让大家相信，这一切都是自然死亡的假象？我希望是的。如果不是，那肯定会有更大的阴谋。你什么意思？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孙大人，王爷下官在。即刻告知全城，黄先生和风捕头是被死亡国度邪教组织所杀，并非自然死亡。是。原来黄先生不是自然死亡呀！我就说这个死亡国度肯定是假的。现在阴兵借粮这个案子只剩5天了，我们该怎么查？这首先，我们就当这2个案子是有关联的，把2个案子当成一个案子查，共享所有线索。一旦我们发现了新的突破口，两边都要同时查，不遗漏任何信息。我已经让小神婆去调查那5位死去的大臣，我相信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定经历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那我需要做什么？子枫，你也有任务。这小神婆查到，阴兵借粮负责押送粮草，天下13路经略安抚使的所有资料。你呢，负责去比对这些资料，包括查他们的同门、他们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朋友，每个都要查。我不相信每个经略安抚使都有问题，但我相信问题出现在极个别人中。放心吧，交给我这事儿。那我呢？你陪我留下来，参加婚礼。这是不是太快了？这太快了吧！哦，我说的是别人的婚礼。啊？今晚是白虎钱庄吕承平纳妾的日子，他请了所有人轮流吃席，
我们呢也进去混一顿吃的。原来就是想去混顿吃的。你这话说的，我们这次去是为了阴兵借粮一案。我在吕掌柜那里找到了户部仓库密室的突破口，想趁今晚这个机会去确认一下。好吧，那我陪你去。哎呀，妹儿，妹儿，哥，你这是干嘛？我最近总觉得心神不宁的，我觉得我们还是离开京城比较好，反正剩下的钱也够我们花了。咱们攀上大官儿，这肯定不能走啊！可是哥，万一出什么事……没有什么万一，那个大官可说了，保咱们仨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行了，放下吧。什么？你让我5日之后嫁给那个赵小六？放肆！什么赵小六？那是瑞王殿下。可我们俩现在还是兄弟，你能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啊？我给你时间，但皇上不一定给我时间。啊！别胡思乱想。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别问了，准备下吧。好。哎，喝着啊！来，好不好？好！遇水燃烧，磨粉。通风口只有幼童肩膀大小，成人是钻不进去的。户部仓库的通风口和这个铁环差不多大，看来错不了了。娘子，我来了。老爷，你怎么了？吕老爷，死人了！宋大哥，宋大哥，你不是说要找线索吗？已经找到了。啊？就是台上那3个人。你看到台上那个大汉了吗？他喷的那个，应该就是魔粉吧。再看那个少女，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粮仓的通风口，其他人钻不进去，但他肯定可以。等表演结束，我们就去找他。好。哎，管教，来，怎么了？他出事了。啥？掌柜的出事了，快带我去！快走！我去看看情况。来，吃。老爷，你谁呀？这是太傅大人的令牌，我是替太傅大人做事的。公子，是谁第一个发现吕掌柜死的？是新娘子。老爷刚入洞房不久，新娘子就吓得跑出来说老爷死了。那这新娘人呢？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新娘害了老爷，所以我们暂且把新娘子关在了柴房。柴房在哪儿？带我去看看。是，你看着老爷。好。公子，这位姑娘就是新娘子。姑娘，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不要问我了，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知道。姐，你……宋慈兄弟，吕掌柜死了，令姐作为唯一在场的人，在没有查清吕掌柜是否被人谋害之前，令姐是不可以随意走动的。我杀了他？我疯了吧？
吕老爷可是京城首富，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嫁给他？我爱他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你给我说一说呀！爹，青姐不会的。宋慈，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敢难为你姐姐。只是，她暂时需要住在我府上，不能离开，直到案子查明。二位大人，能否借一步说话？这么说，吕掌柜的尸体你已经检查过了？是的，吕老爷是中了河豚毒素而死。这种毒不会当场发作，有延迟性，通常是中毒1个时辰后发作。吕老爷离开宴席后，不到1炷香时间就死了，可以排除他在洞房内被投毒的可能性。所以吕老爷中毒一定是在婚礼宴席上。而我姐那天一整日都在有人护卫的洞房内，所以她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故而我敢保证，杀人这种事情她是绝对不会做出来的。还请沈大人给我一个找出真凶的机会。这京城如今不太平啊，这接二连三的死人，我看我这个府尹也是干到头了。孙大人稍安勿躁，我相信宋慈小兄弟一定会找到凶手。我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二位大人，我需要去吕府再逛一逛。需不需要我派一些人手给你？凶手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人手太多，难免眼杂，不必了。告辞。这可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是啊，我们大宋后继有人了，我心里也算是踏实了。找了这么久，也没找到什么证据，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啊？要想给吕承平下毒，我觉得肯定是在他结婚那天。我们把婚礼上这些人挨个调查一遍，应该能找到凶手。我和白姑娘随随便便就混进了婚礼，他们想混进来个人很难吗？而且这个吕承平也可能是死于仇杀，不一定是死于死亡国度。那还在这儿找什么？在婚礼那天，吕府上邀请过阴兵借粮的嫌疑人，我们也许可以在此发现阴兵借粮的线索。白姑娘跟我说了，那3个演戏法的。没错，我已经让白姑娘去打听了那3个人的住所。如果这里也能有什么新发现，那案子一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宋慈，你猜对了，这2起案子确实有关联。哎，白姑娘，白姑娘，怎么样了？查到那3个跑江湖住的地方了，就在城郊3里外的村子。这么远啊？嗯，宋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需不需要带些人啊？带什么人呢？这临安城内都不知道谁是敌，谁是友。至少瑞王是我们的人吧？瑞王目标太大了，这件事情我不想把他卷进来。可是总得找一个会武功的吧？我们3个人都不会武功，万一打起来多危险啊！我觉得白姑娘说的对，要不把沈姑娘也叫上？不可，沈姑娘如果参与了，那这沈大人就知道了。我们目前的调查进度，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可是我们3个人，原来你们在这儿啊！尹姑娘，你们可真是让我好找啊！这么大的京城，我可是足足找了3天呢。真的是你啊？什么真的假的？当然是我了。我又说傻话，我帮你拿伞。走。啊？走啊！哎，你们干嘛去啊？哎，他们怎么忽然走了？哎呀，笨死啦！
人家久别重逢，有的是话说，你凑什么热闹？我这不是反应过来了吗？破案的时候反应这么快，这个时候反应不过来了，真是难怪一个人。让一让。你看，我还是反应敏捷的嘛。我有事先走。啊，伞你不要了。青姐，沈姑娘，我又给你弄了一道好吃的。白姐姐，我正想去找你，麻烦你帮我看看新找着的线索。好。这不是西域的马草吗？啊，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姐姐你怎么知道的？我之前偶遇了一个西域的商人，卖给过我一株，说是在酿酒的时候放那么一点点，酒的味道会比之前的要好，而且喝完之后还想再喝。哦，我知道了，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草药吧？沈姑娘，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别紧张，一会儿入戏一点。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乌鸦嘴！有人吗？我们是白虎钱庄吕老爷家的。不好，有血腥味儿。这尸僵还没形成，人没死多久。茶也是热的。你去找下他们的行李。宋次，快跑！走！无惧浮上的，于是化身。